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。说起来呢，其实我对于 cardigan， 也就是开襟毛衣，一直不是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有点老气。但是今年看到各大时尚品牌都在推出各种各样的 cardigan， 我去研究了一番终于懂了它的好处。那在本支开箱影片之前呢，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 cardigan 的历史吧，还蛮有意思的。它最早呢是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士兵哦，有一个叫做 James， 爵位是 cardigan 伯爵的英国军官，在指挥士兵们打仗的时候呢，让士兵们就穿上了这种 cardigan 来御寒。那之后呢，这种毛衣呢就迅速流行起来了。那毛衣的得名呢，正是这个军官的爵位 cardigan。而 Coco Chanel 女士呢，就是把这种男士的 cardigan 呢融入了自己的设计中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嘛，她呢是借鉴了很多男士服装的元素，融入到女装设计中。她呢不太喜欢套头毛衣啊，因为觉得会弄乱头发，而 cardigan 呢就不会有这种烦恼。开襟毛衣呢简洁百搭，优雅又实用啊，成为 Chanel 的重要标志之一。今年 cardigan 呢特别流行哦，好消息是我们买这种开襟毛衣呢不用去买 Chanel， 其实在优衣库就可以找到特别多特别好、性价比极高的 cardigan。所以我这次呢就到了优衣库店里面哦，挑了5件我觉得特别值得买的这样的开襟毛衣。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会挑这5件，选什么样的颜色比较好看，以及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搭配这些毛衣会显得更有时尚感。对了，我身上这一件呢也会分享的，属于加塞型，我特别喜欢，那会放到本支影片的最后，大家一定要耐心看到底啊。老规矩，所有能够买的单品链接呢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，大家只要点击more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。我是小镇杰西卡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。我也开通了海外购物群，在海外的朋友呢，只要加这个微信号 XZ Jessica Shopping 就可以进群一起买了。那我们就开始了。首先第一件呢，就是这件 Polo 领的100%羊毛开衫。它的版型呢，看这样就知道是偏修身、偏合身。最大的亮点呢，就是它的领子，这个 Polo 领。其实啊，我跟大家坦白啊，我以前是不能够理解 Polo 领的，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看。但是呢，这2年我才慢慢懂 Polo 领的优秀之处。它呢是介于比较正式的翻领衬衫和休闲的圆领之间，所以呢既可以营造出轻松休闲感，又保留了一定的正式度，无论是上班啊、日常啊、休闲啊、旅行啊都能穿，适用范围很广。这一件羊毛开衫呢，它的 Polo 领的领口很贴合，能够轻松修饰颈部线条，拉长颈部，那这样呢就可以显得人很高很瘦。胸前的纽扣呢，可以根据需要上下多打开几粒，既可以性感也可以含蓄，适合多种场合。细腻的坑条纹质地修身，但是不紧绷，勾勒出修长的身形，上身很显瘦。深灰色调，低调优雅显气质，经典百搭，充满现代感。100%超细美利诺羊毛，保暖性和透气性都很好，秋冬季节穿呢既舒服又温暖。正因为这个领口很特别，自带层次感，单穿也不会单调。再加上纽扣设计，你看就像我这样贴身穿就很好看。我下面搭配的就是之前开箱过的这条 Fabric 的灰色长裙，全身灰色，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智性美，还带着一点 Miu Miu 的风格。搭配一根灰色皮带增加亮点，肩膀上呢可以搭一件红色针织衫哦，这件是我新入的 Massimo Tutti， 真的好好看啊！这样全身呢加了一点点红色，哇，穿去上班走在路上，回头率绝对是100%的。这件衣服呢，我贴身穿不会觉得扎哦，但是这种感受还是因人而异啊。如果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呢，还是要买回来自己贴身试一下才知道。这种版型的衣服呢，不用买太大，我买 M 号是正好的49.9美金哦，性价比无敌了。
同款呢，我还买了一个深蓝色，可能在镜头里面看上去有一点点偏向黑色，其实是一个非常低调内敛的深蓝色。深蓝色呢，要比黑色更加的柔和，又保持了和黑色相似的正式感和低调风格，同时呢，还能够避免黑色的沉闷。另外深蓝色和黑色一样，视觉上呢很显瘦，同时具有独特的优雅气质，给人以高贵内敛的感觉，不容易过时。和灰色一样，其实单穿就蛮不错的，搭配稍微垮一点的牛仔裤，上下平衡，很有风格感。对了，这条牛仔裤呢是我新买的 COS， 太好穿了，水洗颜色很高级，偏深的颜色呢也适合秋冬，而且版型极好。宽腿版型不臃肿，上身利落有型，超时髦的。这条裤子呢，之后呢，我再单独开箱。今天先简单看一下哦，我穿28号正好。不过老实说，单穿这种深色呢，总觉得还是缺了点什么。那不如试试看今年最流行的针织叠穿针织的方法吧。比如我这件浅灰色的针织背心啊，是我夏天时候入的 Moco， 现在不要急着收起来。就在外面叠穿上这件 Uniqlo 的深蓝色针织衫，穿的时候呢，注意上下纽扣可以多打开几粒，露出内搭的灰色。一方面呢，形成上下 Y 字，很显瘦，而且叠穿呢有层次感，丰富视觉效果，比起单穿要更加的时髦耐看很多。天气慢慢凉了，外面可以加一件外套，这时候呢就可以把上一套的针织衫内外吊个个。最里面呢改为优衣库这件深蓝色的针织衫，外面呢则是灰色的 Moco 无袖针织马甲，再套上这件深蓝色的廓形西装，中间的灰色呢能够给蓝色穿搭增加一点色彩，整个造型立刻上了一个 level， 对不对？你看啊，这样的针织衫是不是很好搭配？这件西装呢也是我刚刚入的，因为我今年疯狂的想找一件深蓝色的廓形西装，终于在 Dunst 家找到了，超开心的。那这件呢我买大了一个号，如果介意的朋友呢可以就选你们的基本尺寸就可以了。这件我是 L 号。这件 Polo 领针织衫呢，还有很多其他的颜色。我个人觉得这个米白色和绿色呢，都还蛮值得买的。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解析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动手指，打开小铃铛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，第3件呢，就是一件圆领的针织开衫了。它呢这个版型哦，大家肉眼就能够感觉到要比之前那件 Polo 领呢稍微宽一点点哦，也就是说它作为一个小外套是最合适不过的。它的一大特色呢就是这样的角花设计，比起一般的针织衫呢更有特色，而且带着知识分子的书卷气。这件针织开衫的面料呢比较薄一点，55%棉含量，适合现在穿。长度也不错，放到夏装外呢也没问题，不会太长压身高，适合我们亚洲女生。比起之前那件 Polo 领羊毛衫呢，这个灰色更加浅一点，不挑肤色。不过单穿呢确实是有点无聊的，不容易显气色好，所以我内搭了一件白色的长袖 T， 就是我刚刚开箱过的那件 COS 的长袖白色的 T。领口、袖口和下摆自然露出白色，画龙点睛。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针织开衫的纽扣，上面呢可以扣起来形成圆领，比较中规中矩，有一点点书卷气哦。下面的纽扣呢就要多打开几粒，形成一个倒 Y 字，显瘦又透气。下半身呢我搭配的是灰色的长裤和3把鞋。一身格类系穿搭，知性却不老气，还有一点点miu miu的风格，带着恰到好处的 chic。这件衣服呢也不用买太大哦，正常尺寸就可以了。我穿 M 正好，也是49.9美金。今年呢最流行针织衫的一种穿法，就是同款的针织衫不同的颜色叠穿在一起哦。为了给大家演示呢，我就入了同样这个灰色角花毛衣的深蓝色版本，我们叠穿一下看看。
我入的这件深蓝色呢，尺寸稍微大一点哦，是大号，因为我想着就是来叠穿用的，正好呢就可以叠穿在这件灰色的针织开衫外面。穿的时候要注意哦，外面那一件针织衫，也就是蓝色这一件哦，纽扣呢多打开几粒，领口下摆露出内里的灰色，袖子呢也要记得把内里的灰色翻出来，两件叠穿。你看，本来看着很平淡的基本款针织衫，这样一搭配，哇，摇身一变，突然变时髦了，好神奇啊！其实也不一定说针织开衫这样叠穿啊。大家不如打开衣橱翻翻看啊，无论是 T 恤啊、普通的针织衫啊，或者是像我这样的针织开衫，只要不是太厚，都可以同款不同色叠穿在一起哦，能够立刻化平庸为神奇。大家赶紧去试试吧。这一款开襟针织衫呢，还有好多其他颜色。我个人觉得白色和那个驼色都蛮值得买的，也是49.9美金。第5件针织开衫呢，就是相对比较慵懒、比较宽松的一件哦。大家看它的版型就能够感受到，穿起来呢也更舒服。这个面料呢是 Uniqlo 最近在主推的舒服蕾系列，有8%的羊毛含量，摸上去呢确实如同舒服蕾一般柔软，手感很好，就像被云朵包裹着一样。因为纱线很柔软，不用担心扎皮肤啊或者任何的不舒服。短款版型适合我们亚洲女生的身材，不会压个子。大 V 领设计很显瘦，深灰色要比黑色好搭配，有气质。但是这种偏深的灰色呢，单穿是容易显得肤色暗沉的。像我这样内搭一件浅灰色背心，露出领口和下摆的浅灰色来，显瘦又有层次感。这件浅灰色背心是我买了好多年的 Uniqlo， 又是 Uniqlo， 他们家基本款真的无敌了。这次呢拿出来重新排列组合一下，旧衣服焕发新生，好开心啊！同系列的半身裙呢，我也很喜欢啊。中长款直筒版型，不挑人，松紧带腰带对身材很包容，后面有开叉，走起来很方便。一套穿上，同色系搭配显高显瘦，而且有高级感。我搭配的鞋呢，就是之前分享过的这双 Massimo Dutti， 这个深棕色呢颜色偏深，有一点点像黑色，搭配这个炭灰色的套装正好。鞋头呢是今年流行的小方头。玛丽针鞋款式有一点点乖巧，和这一身是绝配。这个造型如果我不说的话，绝对看不出是优衣库吧，还以为是 Toteme 呢，高级感满满哦。同系列呢还有一个米白色，我看模特穿的也是蛮优雅的，不过要注意啊，白色的裙子呢可能会比较的显胖，介意的同学呢还是买我的同款深灰色就好了。这一套呢我都是穿中号正号的，加起来100美金都不到。最后一件呢就是我身上这一件了，它呢不是开襟的，我呢是属于加塞了，因为我真的好喜欢啊。它是一个无袖的马甲，我在店里一看到这个 V 领就爱到不行了。而 Coco Chanel 女士之前说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她说套头衫呢容易弄乱发型，所以她不喜欢。但是这样的衣服的领口开得特别大完全不会弄乱发型，大家放心。而且呢，一看到这个大 V 就让我想到了 The Row 之前秀场上那个我很喜欢的造型就是穿了一件深色的大 V 领，比较宽松的裙子看上去超有气质的。果然这件衣服呢上身没有让我失望我也找了个内搭，就是上一个 look 里面 Uniqlo 那件浅灰色背心，效果也很好啊。深深浅浅的灰色搭配在一起，内敛稳重，而且很有松弛感。这一件呢，在店里只有大号，我穿的稍微有一点点大，但是呢，大一点反而更有感觉。这一身呢，而且显得特别的瘦，又很有钱，低调有质感。哇，我真心觉得这一套上身直接穿出了 The Row 的感觉来。
除了像我这样搭配呢，其实官网上还给出了其他不同的造型，比如说像模特这样内搭一件白色的短袖 T， 再搭配白袜子和乐福鞋，这样的更加年轻一点哦，有那种女大学生的感觉。还可以搭配白色的背心啊，下面呢可以换一双凉鞋。如果你所在的区域呢没有那么冷的话呢，可以试试看这样的造型。你看哦，同一套衣服通过不同的内搭以及不同的鞋子，就可以搭配出完全不同的感觉来。这套衣服真的太神奇了，真的很推荐大家去入。好了，一口气分享了这么多，大家最喜欢其中的哪一套呢？欢迎留言分享。这次我入的几件呢，都是我的心头好，想想就觉得美滋滋哦。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优衣库的单品哦，就是有一种神奇的魔力，放在那里呢，看上去平平无奇，甚至有点不那么好看哦。但是呢，只要知道怎么样搭配，就可以穿出满满的高级感和时髦范儿来。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，如果喜欢的话呢，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，这样呢才能够增加 YouTube 对这支视频推荐的几率，也感谢大家了。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动手指，打开小铃铛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了，拜拜。